华晨集团正式宣告破产重整，引发了债券市场的大地震。为何辽宁省最大的国企一夜之间轰然倒塌，还惊动了证监会？为何曾经的掌门人突然远走美国18年，至今未归？今天我们就来一一解局。事情的导火索是华晨集团的供应商格致汽车，因为讨债无望，一怒之下将其告上法庭，要求对华晨集团进行破产重整。这笔债务具体有多少呢？其实仅仅只有1000多万元尾款，但是华晨集团却迟迟不付，仅1000多万元的尾款就把资产1900多亿的客户告到破产，是不是太狠了点？但魔幻的是，华晨集团就此趴下了，还不带一点挣扎。由于到期债务无法清偿，且资产不足以偿付所有的债务，沈阳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格致汽车的重整申请，意味着华晨集团正式进入破产重整。其实这1000万元的货款只是压垮华晨集团的最后一根稻草，在此之前，负债累累的华晨集团早已经就开始逃废债了，债务危机也早现端倪。2020年6月5日，华晨集团的子公司华晨中华下发了一份机密文件，关于公司员工放假轮休的通知。该份文件说，除中层及以上领导外，其余员工将放长假。放长假可并不是啥好事，这意味着工资将按照沈阳的最低工资标准1810元发放，扣掉五险一金后，实际到手不过1000元出头。最可怕的是，文件称这种放长假的状态可能持续到年底。轮休制度的出台无非说明了2个问题：一是华晨中华没事可干，员工可以休假了；二是华晨中华没钱发放工资了。这个政策出台仅4个月之后，华晨集团一个10亿元的私募债券就确定违约，这是华晨集团第一次表示债务可能还不上了。但这还并不是华晨集团债务的全部。根据集团2020年的债务半年报显示，华晨集团的总负债高达惊人的1328亿元，存续的债券有172亿，其中2021年应到期偿还的是65亿元，2022年到期需偿还的是92亿元。今年这10亿元债券就开始赖账，剩下的172亿元的债券，华晨集团也根本没有想还，直接破产重整了事儿。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可华晨集团相当于在耍无赖，相当于对债主们说要钱没有，要命一条。可怕的是，这种疯狂逃废债的行为，华晨集团似乎早有预谋。因为在宣布破产重整之前，华晨集团为了逃废债，居然进行了一系列的骚操作。众所周知，华晨集团旗下最优质的资产是华晨宝马的股份。除此之外，华晨集团还有中华、金杯、华颂和雷诺，但这些业务不是不赚钱，就是在亏损。华晨宝马每年能给华晨集团贡献60到70亿元的纯利，是整个华晨集团的希望。华晨集团通过华晨中国间接持有了华晨宝马50%的股份，另外50%是由宝马集团持有的。眼看还不上债务了，为了保护好优质的资产，华晨集团于5月和7月分2次将华晨中国12%的股份转移给了辽宁交投，但是40多亿的转让款却没有到华晨集团的账上。原本这笔钱是为了偿还到期的债券，但估计由于欠了供应商的款，担心这笔钱到账之后会被冻结，因此才迟迟没有转账。这对债券投资人来说简直就是噩梦，优质资产被转移走了，且不说连转让款都没有。这操作呢，其实还不算骚，后面还有更骚的。华晨集团于6月和9月分别将持有的上市公司升华控股的股权和华晨中华的股份无偿转让给了孙公司，下沉股份。这种骚操作大大提高了未来债权人的追索难度。而且华晨集团一边在进行资产转移，一边又发公告承诺债券到期能够兑付，以稳定军心，麻痹投资人。当债券违约实质性发生之后，华晨集团又让孙公司和信托公司签订了贷款协议，将优质的资产全部抵押给了信托公司。这意味着，即使破产重整，优质资产也是给有抵押的优先债权人，而普通的债券投资者根本碰不到资产。经过这一系列的操作，华晨集团的优质资产华晨宝马被掏空，剩下的是一些不赚钱和亏损的资产。总之有一句话，债权人要钱没有，要烂命有一条。钱是还不上了，这辈子估计都难。说到这儿，很多人其实都会提出疑问：拿着华晨宝马这块金字招牌，还有着强大的现金奶牛，华晨汽车为何走到破产重整的地步？这还要从一个神奇的男人、商业天才养龙说起。